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清华大学读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北大光华，上海交通大学。我高考是云南文科的第6名，因为时间有限，我的门槛可能就是985吧。不管是相亲啊还是求职啊，都会有这样的一套鄙视链的。985看不上211，211看不上普通一本，然后普通一本的看不上2本。我觉得大家会有这样的焦虑。我过去那么10几年一直很努力的上学，那我如果择偶再找211的，我是不是担心自己的阶层掉落？但其实我们真的不是这么想的。相亲的话，这样子的高学历可能会被别人打上一个学霸，然后比较呆的标签。也有一个男生给我发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一个邮件，对于他喜欢运动这一点，他的佐证是放了一张上半身那个全裸的一个健身照。24岁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我的所有恋爱经历都是来自于相亲。线上联系我的男生差不多有230多位。线下见了男嘉宾之后，然后我发现所聊的话题就离不开工作，让我提出来说，哎，你可不可以 refer 我一下去到哪些公司？相亲的话，我觉得有参加过几10次，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没过2天他就跟我出柜了，然后她男朋友还特别帅。我经历过的所有线下都是双方父母跟双方男生女生跟介绍人一起吃一顿饭，就是很盛大很隆重，也都是海归的硕士博士背景。男孩子跟女孩子没有太多沟通跟交流的空间，更加多的是看2个家庭相处是否融洽。就拿上海为例，高学历圈子里的男女比例，我觉得3-7开这么一个水平，你可以想象，这有7个女生去争这3个男生。相对于我去找相亲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相亲过来找我的这样。我目前是在一家外企的咨询公司股权交易的财务顾问，大概是100万左右。我们这类特别的不好加分，我觉得。我上一代可能是一个工薪阶层，然后我希望我这一代可以维持在我这个中产阶层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焦虑它在生活中体现在方方面面，所以婚恋绝对也是被折射进来了。在北上深这个城市，26岁以后的女生，其实如果你想在30岁之前能进入一段顺利的婚姻，其实你就要提早开始努力。男同事然后就是说不要着急，你再晚1-2年，再找一个00后或者10后，它不香吗？就是留学这个圈子有的时候挺浮夸的，甚至会有很多人用现在所谓凡尔赛的方式去追求异性。在其他人看起来就会说，你都上清华了，你还说自己找不到对象，不是一种炫耀吗？可能是因为大家生长路径是非常近似的，可能优秀的人他会优秀的千篇一律，确实容易比较看上去无趣或者是繁琐，或者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只有废物如我这样的人才会废物的千奇百怪。我本身就是对高学历的人就有一种自带的加分感，我觉得他在跟车房呀，大家普遍在乎的一些经济条件比，好像还挺清新的。我有一位同学也是留学归来，他选择了一位中专毕业的女生。他说，我最欣赏她的一点就是我说她愿意听。大家现在把婚姻去看得很现实主义，然后很功利主义，是比较困难去产生那种化学反应的。然后每天在想他，看到他小鹿乱撞的那种心动，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在大家18、19岁拿到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周边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当我们都30多岁的时候，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并不仅仅是看学历的时候。说实话，我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谈过恋爱，一直是单身。我的爸爸是人大硕士毕业，我的妈妈最后是北大博士毕业，一直也受到很多人的爱慕，最终选择了我爸爸。可能也是因为他学习上比较优秀。我观察到，其实他们学历相符相近，并不一定代表生活中就处处都非常完美。我目前已经结婚了。疫情爆发之后，我和我当时的男朋友吧，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了解彼此，也觉得非常适合在一起，长久的生活在一起，所以最后就决定去领证。
我老公第一次跟我聊一个深刻的话题，说你认为你是天选之子吗？我说我认为我不是，我这辈子就是一个平凡人。